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下面好大一包的大鸡鸡新兴理查莱德。身为 DX 包的角色啊，还是先说一下好了，因为太多人问我 DX 包、新兴包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点一下。好，这个就是大猩猩理查莱德的 DX 包。它就是跟隐形女的 DX 包一样，都是会有终极成长的同位素，然后这个就是大猩猩的身体，再来就是一些同位素，4星跟5星的同位素啦，还有4星特装跟5星特装。那敌人就是宇宙属性的角斗士。好了，看到这里我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不公平啊！凭什么NPC 的角斗士是宇宙属，而我们自己的角斗士是力量属，真的很奇怪所以各位记住咯，不要再问我咯。反正新兴的 DX 包的东西啊，奖励就是这个终极成长的同位素。那它乱入呢，就是会乱入这些角色。应该说，乱入角色出现的话，那就是有机会取得这些角色的身体，但通常都是菲拉威尔啦。好，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大猩猩好了。大猩猩呢，它身为最原始的地球猩猩呢，它到底跟小猩猩的差别在哪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首先是我的大猩猩的素质它是无视防御满跟冷却满。那为什么讲说它的血量会那么高啊？因为我给它装备了再生的 CTP。今天这影片我主要也是来解惑大家的迷思因为之前有老外的影片呢，把它塑造的在时间线的表现很强。所以今天我就是来做一个最终极的测试，就是测试说它在饭合金呢，然后我们通常都会打78分或79分嘛。那在这些敌人之中，大猩猩能不能取得好处啊？我不会像某些老外一样都挑那些低分的啊，然后配置很差的型格来去打。我们要打当然是要打最高分的啊，不然我们怎么有机会拿到每周的200水晶或是220水晶呢？所以测试嘛，当然是要挑最终极的测试啊，不然拿那一些路边的路人啊，那些捡来的来去做测试，真的是有失公平的。再来是它的装备部分我都是给它装备5星侮辱5星侮辱。英雄类型升级到的强化3，那同位素呢是愤怒克尔力量。可能会有人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把它的装备升满，同位素升满觉醒满呢？因为当这个角色他还没有开放制服或是没有 T3，或是没有觉醒技的时候，通常我是不太会把他们的配置给弄到绝满像之前的剑齿虎跟金牌手，那也是因为没有什么题材，我才会去做他们的。那大猩猩的话，其实看目前这样的表现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是会把它觉醒满。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的时间线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让我把它的，比如说像同位素或是装备给觉醒满。因为说真的，你要在时间线那些表现呢，就是会让我感觉有机会的话，我才会有那种觉醒满也弄完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太会去浪费资源毕竟我不是预算无上限的课长那特装的话是再生的 CTP 素质已经算不错了生命有 33.6%， 那回避的话就还好啦 63.1% 而已，但也是算是不错用的，血量已经很厚了，所以它目前的血量就是58000啦。那再来提到它技能的部分呢，它 T2 被动的话是有保证回避 20% 啦，那 S1 的话这个是可以移动去射击的，那 S2 就是有减防，然后是对世界有用的啦。那 S3 的话就是可以攻击制空的敌人，然后本身又有着无敌贯穿跟超级护甲。那 S4 的话也是一样有无敌5秒，然后有40% 的几率攻击失误，还有锁攻25% 的 buff。S5 的话一样有减防然后是可以回血，然后它又有着锁攻跟锁防加 30%， 还有暴击加 30% 的 buff， 还有3秒免伤。
再来是它的 T1 被动啊，我之前可能线性版有讲错，我之前线性版以为说它的 T1 被动是只要它还没有升 T2 的时候一样是这个能力，其实不是。它的 T1 被动，如果他今天这个角色他没有 T2 的时候，他的 T1 被动是另外一个比较差的状态啦，所以他也是要升到 T2 之后，他的 T1 被动才会是对英雄阵营对你有用的，不然他 T1 的话可能还是属于一个自私的工具人。然后他的技能的部分的话是没办法做组合技啊，它就是一样是只能一招一招放啊。如果你是打王为主的话，就是通常都是放 S5跟 S4居多啦，要的话就是穿插一个 S2 啊。那 S3的话，我是把它归类为打架技能啊，因为通常我们打王的话是可能不太会去用 S3，因为它 S3没有减防，它不像小星星一样，因为小星星的 S2 是可以减防的，但大猩猩没有。所以如果你要打王的话，通常我会是用 S5 揍完之后再放 S4 嘛，因为 S4 有无敌5秒，那再放 S2， 然后最后我们才会再去接 S5。其实这3招放下来就差不多了。但因为今天我装备的是再增 CTP， 所以我不会去打世界网做测试哦，因为这样的话，那个呈现出来的伤害会差蛮多的。再来，大猩猩还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它身为宇宙属性的角色啊，对于近战爆破速度角啊，它都是有着。如果说你的类型强化有去做增强的话，它对它这3个属性都是有额外的一个伤害啦。所以当我们遇到像这种很鸡巴的巫术跟小浩克的关卡啊，因为这个是英雄乱斗嘛，这时候我们的大猩猩就可以派上用场了。然后通常因为大猩猩的招式它有2招技能是可以做减防的，所以就算我今天装备的是再生的 CTP 哦，那这个68层搭起来还是算蛮轻松的啦。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想啊，如果说他今天装备的是增伤的 CDP 的话，一定会打更快。而通常呢，像这种它是属于一个多段数的角色啊，我是觉得是可以装备机动的 CDP 哦，因为它 S5 的段数真的蛮高的。就算 S5 没有增伤好了啦，它的 S4 也是可以增伤，因为它 S4 我们把它放到结束的话，那个能量球爆发的时候，它给带出来的段数也是很高哦。然后它 S3 又有着自空啊跟昏迷，然后 S2 减防嘛 ，S1 的话有就是可以一直射，然后可以去做涂免嘛。所以大猩猩的话，我认为说它其实是一个 PVE 跟 PVP 可以兼顾的一个角色啦。但是因为它 S3 本身就有无敌贯穿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在2个模式都想要给它做一个平衡的话啦，我是建议你这装备一般的涂免增伤特装就可以了，不必去特地去浪费一颗破坏的 CDP 给它啦。因为它的 S3 如果说你今天是打占领战，然后是 AI 控制的话，其实基本上啊，一定都会蛮会放 S3 的，因为 S3 算是小招。接下来就是本次再生大猩猩的时间线的表现哦，来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去击败 T3 秦葛雷。答案是有点困难啊。秦葛雷 S5 手举起来，我们的大猩猩差不多就快要嗝屁了哦。也可能会有人想说，为什么不放钢人，要放模仿大师？因为像大猩猩这种没有 T2 没有 T3 没有觉醒技的角色啊，你如果没有放模仿大师的话，基本上他们伤害一定是不够啦。更何况，就算今天有钢人好了，他也撑不了秦葛雷的 S5 这么一下。所以他要打秦葛雷的话，就是要有可以打一波的能力。但是他的 S3 真的打起来，真的有点难度但打角斗士还可以啦，角斗士就是这么的废嘛，没办法。那打爆破的秦葛雷的话，就有能力值得一战了。毕竟他打爆破属性啊，大猩猩有着宇宙属性的一个优势啊，类型强化的优势，所以打爆破秦葛雷还算可以这个伤害。但是因为宇宙琴它的技能释放真的比较快了，像它的 S5 好了，可能我们的大猩猩的 S5 还在集气的途中，秦葛雷就已经宇宙琴就已经丢 S5 来去断他的招式了。
那这个的话是爆破秦格雷哦，第一条命还可以哦，但是真的很容易被他的 S5给反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打他把第二条命给打掉？结果是不能哦，还是败在他的 S5身上。他 S5真的太 OP 了啦，就是无视图免了，只要被抓到，基本上我们大猩猩就算今天给他装备血量很高的再生特装好了，一样是撑不住啊。那打银冲的话，哦，还被弹死太夸张了吧？自控的时候还被弹死没办法，人家是原生踢突嘛，所以我们的大猩猩连原生踢突角也打不过。那我就再来打一次秦格雷。好不容易的把他第一条命给打掉了，那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到第二条命哦？没办法，吃到了 S5 一样得死。那接下来是打看看萨诺斯，因为我们的大猩猩他有着反派真伤了，所以我在想说他的伤害能不能打？结果打萨诺斯根本在抓羊啊，太夸张了，可能真的只能装备那个真伤特装的话，才有可能打掉萨诺斯啊。装备再生 CDP 是没办法，那所以呢，要装备再生 CDP， 可能真的是打占领战才比较有效果啦。但你也可以装备无敌啊，毕竟它的 S5 有自空，然后 S4 有无敌 ，S3 也是有自空，所以它也不一定要装再生 CDP 的，你装无敌特装也是可以。那么大猩猩的外形，我是觉得还蛮帅的，尤其是下面一大包。它的技能特效啊，跟它的伤害，还有它的存活率啊，也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标准。它也是能兼顾 PVE 跟 PVP 啊，去看你的特装要怎么去做搭配而已啊。毕竟它的 S3是可以打架用，但它的 S2 跟 S5却要给你对世界有用的减防，所以看你要怎么做取舍啊。但像他这种一般角啊，没有制服，然后没有觉醒，没有开放觉醒，也没开放 T3，真的很难在时间线去挑战那些像萨诺斯跟秦格雷这种原生 T2 角，然后又 T3 又有制服的角色，太困难了啦。光数值跟三维啊，就相差太多了。但是大猩猩他这些技能在占领战还是可以有一线的表现的，算是一个强化版的 PVP 惊奇队长了。毕竟惊奇队长他有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的技能是没有回血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大猩猩他就多一个回血的技能，只差别说在于他没办法像惊奇大妈一样可以去做超级赛亚人变身。那同为 DX 角啊，我是认为他比同样那些奖励的隐形女比起来还比较泛用啊，因为隐形女是赢在她有隐形跟控场而已。那论伤害啊跟 PVE 能力的话，大猩猩算是比较好一点啊。那就看各位要拿哪一个角色，会觉得说对你们比较有利了。那以上就是猩猩理财来的评价及解析，就谢谢各位收看。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及点小铃铛，我是小金华岛，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你干什么要拍照？爸爸，你干什么要拍照？拍你唱歌啊！你要不要再唱一次？